新一季这就是街舞绝对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街舞高手，让观看这一季的观众可谓是大饱眼福。上一期小黑屋抢人大战温情满满，战队联欢会笑料频出，韩庚、刘宪华、王一博、张艺兴四位队长的花式才艺秀更收获网友如潮好评。其热烈氛围中，本季四大战队正式组建完成，四位队长与42位实力舞者默契携手，一同引爆 Bet for Peace 的街舞能量，大概是节目组想欲扬先抑吧。上次有多么欢乐，42进20就有多么残酷。目前这就是街舞第4季已经到了半决赛阶段，关于20强的名单也早就流传出来了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意外了。20个人中有7个来自韩庚战队。作为街舞的老人，韩庚之前2次都是被团灭，今年终于翻身了，成为4位队长中保存人数最多的队伍，共有7人。另外最可据说要回国参加比赛，所以提前退赛，但是真实原因并不可考。张艺兴和王一博的战队都是各有6人，而且个个都是实力不俗。意外的是，尼尔森竟然退赛了，传言是因为舞者和节目组的理念不合，更像是一场街舞的竞技，而不仅仅只是一场秀。4位队长中最惨的应该就是刘宪华了，战队中只有3人进入了半决赛，并且实力都并不算特别强。其队伍中实力最强之一的韩宇的离开，也让刘宪华的队伍捉襟见肘。剩下的3个人中，也只有卡卡能够堪担大任。李春林虽然是曾经的8强选手，但相比于其他的冠军选手来说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除非出现奇迹，否则大概率就是提前出局。对于韩庚的爆冷淘汰，很多观众表示很意外。还有韩宇的师傅亮亮也没有出现在20强名单，应该和韩宇一样爆冷了。从13岁的时候，韩宇就和亮亮学习。2位完美的默契。昔日亮亮在参加第1季之时，就在易烊千玺街道接受考核 ，DJ 在亮亮准备跳舞时却放错了音乐，于是亮亮将错就错来了场 freestyle。这一季亮亮也是 freestyle， 还是4盏灯的那种，再一次让大家见识了他的实力。这一季虽然没有跟以往一样有很多的选手，但是增加了节目时长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韩宇、亮亮并没有太多镜头，这些情况现在来看就是早有预兆。韩宇和亮亮并不会走得太远。众所周知，作为综艺，其实镜头时长很能说明一些问题。另外，有网友表示，韩宇的淘汰还有一层原因，是其战队选错了，才过早买车票回家。认为刘宪华是首次担任队长，并未完全了解节目规则。当初在组建战队的时候，不少舞者都选择为另外3大阵营效力，就是考虑到这点。这也是刘宪华战队整体实力比其他差一点的原因。对于一开始节目组官宣刘宪华是导师，就有着很多声音，因为除了韩蕊，其他3位都是在前几季参加过的明星队长，王一博、韩庚和张艺兴，所以不少人好奇这一季街舞为什么请刘宪华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按照他的过往印象去审视他，对刘宪华也同样如此。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向往的生活里，他的略显油腻，但是在这就是街舞中却发现，人们印象中所谓的油腻，不过是不同环境下待人接物差异而已。刘宪华出众的音乐才华是众所周知的，节目中他几次拿出小提琴现场与舞者们合拍，包括联欢会上他也多次展现音乐方面的才能。可是大家对他的街舞舞蹈能力还是不大了解。直到街舞第1期队长大秀时，刘宪华的首次亮相惊艳了众人，但事实上他最让人称道的反而是高情商和流利的英语。刘宪华一上场就给老队长们谦虚的低头打招呼，表示自己的尊敬，谦逊有礼的去到自己喜爱的舞蹈选手身边握手拥抱。在舞蹈选手上台表演节目时，也细心地问选手地滑不滑，并且亲自去吹松香粉，防止选手摔跤。在多个舞蹈的街舞选手面前，他也都能变换语言，顺利地与他们沟通的语言天赋。在联欢会的传声筒环节，韩蕊化身翻译官华上线，巧妙地翻译蚕蛹和胡辣汤这么深奥的词语，并与队员们打成一片。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不愧是刘宪华，什么都只会一点点。在这就是街舞中，刘宪华
华的战队正是在他性格影响下，几乎成为了4个战队里氛围最好的一个战队。这样的刘宪华虽然是初来乍到的萌新队长，但却让所有人看到了他身上独特的闪光点。其实刘宪华的身上一直都是比较复杂的，明明实力很强，却总是被误解，还经历过5年的网暴。刘宪华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面，最开始与音乐结缘不是因为自己的热爱和追求，而是因为父母的逼迫。刘宪华曾经在采访中说道，一到暑假，父母就会把他送到小提琴老师家里，每天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学习小提琴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刘宪华还是非常感谢父母曾经那样狠狠地逼过自己。5岁就开始练习小提琴，6岁学习钢琴，10岁那年他还被世界10大交响乐乐坛之一的加拿大国家交响乐首席设为弟子，继续学习音乐。刘宪华上了高中之后，他觉得拥有优秀的舞蹈能力更加容易出风头，于是他便和高中的同学们去地下室练舞，并且在1年后获得了地区性联赛街舞舞蹈比赛冠军的优秀成绩。而在一次陪朋友面试 SM 公司的过程中，他一不小心就以全球舞蹈第1的卓越成绩，从3000多人的面试中脱颖而出，连韩国偶像练习生之父李秀满都给了刘宪华极大的赞誉，说他从未见过像刘宪华这样优秀的孩子，只有大家没见过的乐器就没有刘宪华不会的。他的语言能力也非常强，不仅会说中文、日语、韩语、英语，还擅长德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等等语言。或许老天爷看刘宪华实在是太优秀了，必须要考验他一把。在17岁那年，他开始长达5年的黑暗时间。那年，刘宪华加入了 Super Junior 组合，但是因为中途插入，并没有被组合的粉丝们熟知，遭到了粉丝们巨大的恶意。在一次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上，台下的粉丝们大喊道 "Hurry out"， 这种情况并不止一次的出现。演唱会到刘宪华的 part 时，现场的荧光棒全部齐刷刷灭掉，变成一片黑海。这时，刘宪华默不作声，忍住泪水，继续在舞台上默默表演。年少的刘宪华并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是因为热爱音乐、热爱舞台，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辱骂。但是刘宪华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演艺生涯，他抗住了所有的恶意和压力，一直专注于自己音乐水平的提升。他要用实力去打破网友们对他的重重质疑。个人 solo 出道曲《Trip》一经发布，便迅速走红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。凭借着自己对音乐的了解和丰富的乐理知识，创作了《Girlfriend》，一经发布就拿下不菲的成绩，取得全为音乐榜单前5的优异成绩。在现场直播表演，一个人指挥一个乐队，全屏表演中全开麦，直接飙高音，直击人心的歌声无懈可击。凭借着神级现场直接冲上热搜，在音乐领域中他就是无可争议的天才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。如今在街舞节目中，虽然刘宪华公开表演过的舞蹈屈指可数，但看过节目之后，没有任何人能质疑他的天赋。尤其是他绝佳的卡点，就是完全沉浸在音乐中，让看的观众只感到视觉的享受。刘宪华做到了用实力证明他可以。也许最后在街舞这档综艺中的比赛结果并不如意，但是刘宪华个人不负自己，也不负队友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